团进，结果没有团出，白8变成白7。那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会认为它是盖错了，它是有盖下去的。有。国会龙头的宝座，国民党拿下来了。200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3党不过半，4成民意的总统对上可能会有6成5民意的国会。选前呢就开过2次的党团大会。我补小学生投票这么简单的事还要你教哦，还分队名，好像我是台北队。如果你的组长看到你移动到游锡堃那个，赶快打手，对不对？那未来在国会里面可能会常假动，因为你1-2个人不在，别人可能就通过了。这个黑暗产业链马上就启动了。新立法院长上任首日打伞标榜无法无天，他们就是有一个报复心态啊，像先前不断的去攻击贺龙夜兄，知道他跟韩国瑜接下来怎么相处，这大家应该蛮期待的。2个都是第2届的立委。韩国瑜他们觉得两百多人，我总在看我眼睛。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讲专家讲堂，当然这是我们的过年期间的非常重要的特辑啊。最近呢，我们也知道过年前这个全国的一个政治大事我想就是在于这个立法院长的选举当然选完之后，很快的就进入过年了。我们今天这一集，我想把它打造成呢具有前瞻性的，也就是未来4年我们国会，而这个3党不过半的样子会怎么的发展呢？希望呢，在4年后的今天，也许看到我们这一集的时候，我没有被打脸。我们知道这个国会光第一个选院长状况很多，3党不过半还有人投错票的。第2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选后之后爆出来的事情更是猛料原来呢，私底下还发生了绿白合那当然这更前面这包括国民党当时这个来争取院长的时候，一度也发生过是谁来担任院长候选人还有包括像是呢总召的选举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韩国瑜刚选上这个院长，黑韩产业链就产生了那要怎么样来应对呢？还有呢，新的这个国会会期要怎么样来追弃这过去8年不得见光的民进党的执政，还有未来的4年他会继续执政12年，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值得我们来处理包括像最近大家讨论的非常深刻的像这个莱猪的问题就是瘦肉精问题，就没想到还有更猛的3党不过半里面关键的所谓少数柯文哲的民众党似乎仍然不断在抢镁光灯的焦点，这一点对于未来的2大在野党，就是第1大在野党国民党如何在空战上面来做应对可是似乎韩国瑜出现之后，也分掉了他不少的流量。那柯文哲又如何的继续来掌握？这都值得非常我们来探讨那为新国会，当然为新科立委，我们来欢迎徐小新。Hello， 大家好，新年快乐！真的新年快乐，各位来，这个第1个当然一定要恭祝巧心当选特别的感动这个拿到这张不简单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不只是我，今年国民党的这个平均年龄竟然是最低的这个让大家很难想象。这是黑色喜剧对，而且呢，当时跟我们2018提的全台湾，然后呢，这个从基层议员做起，然后在第2任连任之后挑战国会议员成功当选的，竟然有10个人，占整个国民党团的1/6。好，所以代表说，其实中间选民跟年轻人是愿意给国民党的新世代机会的。像我这个过年前的时候看到呢，陈金辉林倩琪还有柯志恩柯老师都到了高雄去开设服务处，而且呢，这个为了韩院长，那也会把他的心力很集中放在高雄，都肩负了巨大任务。尤其刚才小新讲到的南部的拓垦，这次国民党呢，只是微微在南部打了一个桥头堡。说真的，已经让很多人说哇，加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丁学忠真的以胡伟镇长然后呢，他还用无党籍选胡伟镇长，他的对手是云林妈祖伯苏志芬没错，不简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对于国民党今天来讲，这个选举也是极具挑战性。但是大家当然最关心是院长选举这真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200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3党不过半而且当时2000年的3党不过半跟现在3党不过半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实实在在的3个不同的政党，这也是史上第一次少数院长的产生也就是说他没有得到过半的立法委的议席赖清德只有4成，这就40.05%，真是有够绕亏，差一点点就不到40%。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作为在野最大党国民党还不能好好的，尤其是把立法院给攻占下来，那真的是秋西郎小新是不是可以再帮我们重现一下这一刻？就是哇，大家
很开心啊。尤其呢，我发现大家都很担心，说这54票能不能够开出来？而且这是最基本的。但是呢，我们发现说很多民众连对我们这54票都没有信心，我都觉得民进党很厉害啊，柯建铭很厉害，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挖你的票。后来我们待会可能会谈到，就是绿白的电话门事件也证明了什么呢？民进党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他只要想到能够挖你的，不管是挖白的、挖蓝的，他都尽可能的去做。所以选前呢，当时这个事就开过2次的党团大会，他现场演示给我们看，说呢，各位哦，请你盖章的时候拿像我这样，拿中间拿起来之后这样盖。请你不要拿上面，也不要拿下面，因为印泥很湿，等一下你抹到手上，然后呢盖到选票上的话，你那张票会被视为是无效票。其实很多人当下在听的时候，就也会有人心里嘀咕说啊，我不是小学生，投票这么简单的事还要你教哦，就是应该要。好，我觉得这次副总召他就是应该这样做。当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脑袋断线，这都有可能。所以你就必须要军事化管理，像班长一样那样管理每一个人，才有可能有纪律。我觉得有一个有纪律的国民党团是很多蓝营人的期待。那这次呢，我们做了好几件事情哦，除了我刚刚讲开2次会，连印泥不要沾到，都是我们事前的这个教战守则之一。有试盖吗？那发样章给试盖吗？有样章，但没有试盖哦。但是这个印泥不要沾手这件事情啊，我们老早就讲了，就没有发生像民众党这样子的悲剧哦。那呢，我们还做哪些事情？第一个，我们分组，我们把54票呢分成6个人一组，分了9组。那还分队名，好像我是台北队，我们台北队呢就由资深的立委赖世宝带头，他做组长。你领完票不可以自己去投哦。你要跟你的组长跟组员会合之后一起投票，因为这样总不会盖错了吧？对。那如果你的组长看到，你移动到游锡堃那个，赶快打手，对不对？所以还有救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排，就是小组作战。还有教学说，来，我们亮票，请打开，然后呢放在头上，哈，然后洪孟凯书记长会喊说，台北队票票入柜，好，就很像是在这个军事演练哈的感觉，投个票而已，本来觉得很简单的，你讲那么复杂，我就开始紧张了。确实，真的，你拿到那个票的时候，你会有点犹豫一下，说有没有看错？我也有问宝哥说，宝哥，我再看一下啊，确认这边我要盖了，还叫有发生过上下盖反的这个，对，还叫别人帮我再看一次，确认一次，所以代表我们很重视。那小组作战完之后呢，他还规定说，我们跟其他党团协商。有4个票轨可以投进去，国民党我们就用我们的票轨，那个票轨有不让别人来投，就我们54张票投进去。它有2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我们的监票人员他不用还要跑好几个地方看，他单一位置作战，在同一个票轨，所以开票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怎么第2轮还没唱完票，我们已经宣布胜选了？因为前54张都是我们的，对，然后我们在议场里面都知道民众党没进来。好，所以民众党没进来，54张票又开出来，那铁定我们就当选了。所以后面还在喊游锡堃1票，游锡堃1票，我们已经所有人站在这边讲说我们赢了，国会这个龙头的宝座，国民党拿下来了。更开心的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未来他是一个4成民意的总统。对上可能会有6/5民意的国会，就在某些议题上面，如果国民党的看法跟民众党的看法一致，我们是54再加8这么多的一个民意支持的话，那是他会赢过在总统府的所代表的民意的。所以未来这个很多包含是人事同意权，包含很多法案的推动，其实我觉得赖清德他大概都非常紧张，所以才会透过各种的管道想要去拉一下蓝的，拉一下白的，这就是显示赖清德已经怕了。是赖清德已经怕了哈，但是更让人害怕是乌龙事件啊。我帮大家回顾一下，因为这件事一定要问巧芯，巧芯在现场啊。这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陈昭之所发生的这个印尼污损选票，最终导致变成废票的事件哦。我想这个电视大概看得清楚，这个是黄珊珊嘛，这个是陈清辉嘛，那中间是游锡堃，你看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就这么刚好82，这个就这排在旁边哦，就这么刚好就这个事情哦。后来当然陈昭之有出来道歉啊，他说郑重声明啊，本席呢在票选立法委员是清楚投给黄珊，但因投票比沾有污损污染手指及选票，被主席认定废票
哦，那仅向民众党团支持者道歉了。这个是民进党的监票员是陈亭妃，那民众党监票员呢是林国成哦。那当时两个为了这个事情呢，哇，吵得不可开交。陈亭妃翻议会小册子，然后呢觉得说，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做了记号，你像一横。那林国成当然是不愿服输啊，说没有啊，就有投出来。然后现场还跟黄珊珊在联络嘛，然后到半天，最后大家公布交给临时主席，就是柯建铭来裁决。那柯建铭就是说。废票，我负责。好，然后这一张就定案了，给民众党，我说必须说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兆头。对比我们刚才讲到国民党的历史性的一刻，民众党也是历史性的一刻，只是会让他觉得说，这个团进结果没有团出，把白8变成白7，那这也让我们这一次选举有一个非常茶余饭后话题。我要先讲一个概念哦，就是立法院正副院长的投票，它并不是我们一般选民的投票，这只是我们立法院自己的内规，那它只规定了要由这个立法院的成员大家互相选举为之而已。所以所谓不管是说亮票啊，或者是说你在那里走来走去，或者是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协商票轨什么的，一般我们大选不会那样投，但是在立法院里面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哈。陈昭姿在投票的时候刚好也不是刚好，陈玉珍就都很积极哈，一直在后面这样看。然后呢，陈玉珍就看到他投进来的时候，这个选票上面是有污损的，而且是盖在陈金辉的这个，所以他一投下去的时候，陈玉珍委员马上就来跟我们每一个人讲说，等一下民众党这边会开一张废票，会有一张无效票。基本上啦，虽然我们在当时认定的过程当中没有表达意见，但是我们其实大概看到这个就知道，它会被认定为是无效票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你不是在这里污损，也不是在这里污损。你是已经蛮明确的在某一个人盖的这个位置的，那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会认为它是盖错了，因为你仔细看那底下有一个圈选的印子，有看到吗？其实这里有按，我画给你看嘛，一个圈圈，一个这个，它是有盖下去的。有看出来了。这个选票它很大一张，所以如果你是手沾那印，你这样盖的话，应该会盖到这边呐，就是会在这两个之间，不会在这里，没有人手那么大啦。那这边就底下有个圈选印嘛，所以比较像是陈昭姿因为不明原因盖到了陈金辉，但他可能发现说他怎么办盖错了，所以他遮住这个印子之后，才用印泥去把这里把它涂掉，想要把它盖住，然后再补盖了一个正确。当然这两个先后我不知道，但理当是先盖这个才盖这个，不然的话这就多此一举。照他自己的解释，对，所以我们从他的推论来说的话，真的这里有盖一个圈选印啊。这里是有盖章的，然后再抹掉的。那这样来说的话，你不能说是推说沾到。可是呢，国民党当下我们是没有表达太多意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投票它是在投院长，在上午，而且这个投票它是第1轮的时候嘛。就是因为他是第2轮他们就没进来了嘛。第1轮开票的时候，开到一半，我们的副总召就突然跟我们说：“不用看结果了，请大家现在立刻移到801会议室去。”那我们也就不明就里，要班长说要去，我们就大家就都去了，去那里吃便当，把大家关起来，好，把大家关在小房间吃便当。为什么呢？副总召一进去之后就跟我们说，因为在这里关起来，你们才能大声聊天。为什么？因为当下他们已经知道要来判定这张票是无效还是有效。那总召他不希望，因为我们的立法委员一大堆人在那边讨论这张选票，影响到第2轮或影响到下午的江启臣。所以傅昆萁已经预判了这件事。对，因为有时候你如果多嘴的话，比如说有人就讲说啊，这就无效的啊，这个白痴怎么会这样盖啊？你一定是故意，你是不是想投游锡堃？你很难保54个立委在现场会不会有这样的发言。那如果民众党他一听不爽了，他找到一个理由，就说那我等一下我全部都要投游锡堃，或者说等一下他改变他的策略怎么办？所以为了要维持稳定，他就认为说我们不宜多嘴，所以甚至我们在会议室里面谈到说有人盖错的时候，那总召还有提醒每一个人说就不要讲这件事情。那人家后来陈昭姿马上出来承认跟道歉嘛，那是他的事。对，但是我们国民党不需要在投票结果完全出来，包含是下午的江启臣之前对人家的选票做任何的指手画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监票员徐宇珍委员在现场，他也没有多对这张票说什么。就林国成认为说这个要认定有效票，陈亭妃认为无效票啊，我们不表态，那一个比一个之后呢，就由柯建铭来全权决定。所以柯建铭是最后是判定这张无效票的人。
大概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过，我觉得是很正确的判断。不过我必须坦白的说了哈，这一件事情柯建铭判定他无效票是合逻辑的，因为当然争议是说他是污渍还是标记，那照巧芯这样子来判读的话，它是标记嘛，那我想最终结果是让大家很满意的了，哦，那当然哦，刚才我们就提到说。绿白互呛这件事啊，电话门嘛，好，现在大家就统称叫电话门，或者是说这个绿白合疑似协商案啊，这个我跟大家讲，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其实媒体圈是传得沸沸扬扬的。我跟大家讲，我们在议场里面的国民党的委员就在讨论这件事情。那有几位是跟国民党的党中央那联系非常密切的，他也私下讲说，确实在前一天的时候，他们有一点担心。那有人去跟国民党的人去接触啊，那到底是谁？我认为，当然民进党没有笨到会用民进党的人的身份，然后去跟你谈这个事情啦。那万一这个你把它抖出来还得了？所以你看绿白的这个电话门，他也是找一些中间人啊，陈永新、廖子成，你也不能说他是民进党的，但他有没有嫌别人的命呢？还是他的个人意愿呢？那这个就很难讲清楚嘛，所以我相信是类似的模式。可是你说有没有一些政坛人士跑来找蓝营的人，想要去给他一些利多，然后讲说呢，那你可以怎么投？我相信是有的，因为我们在议场里面好几个国民党都在讨论，然后党中央是有掌握的。那选前一天，连8位数都出来了。选前一天，大家也就包含党中央，也针对那几个有传言或是说有知道有被接触的人，再一次的去确认他们的投票意愿。54个人，基本上大家的这个腰杆也挺得直直的，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利诱之后就变节。绿虽然还是投出51票，那白他们用他们原本的原则，可是过程当中，我觉得民进党那个丑态被掀出来之后，表露无遗。是，我就想到这个吴峥还被骂这个没用了51席，他说很生气，我给他写了一个姗姗来迟，真心换绝情。但是我必须讲啊，当然这个立法院刚开议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哦，就是根本还没开议啊，一个说刚就任，然后就出现这种事情。真的也让未来就是国会监督蒙上一些阴影啊，尤其对于绿白之间的关系，那再加上对于民众党，他未来在党团上面哦，其实他们也会有相当大的压力，因为可以见得民进党是非常觊觎他那8张票，希望可以通过一些事情。这一次绿白电话门事件，我认为受伤最重的是赖清德，因为他等于是说，不管是不是他派去的，但就是绿营的人嘛，而且你说不管是林佳龙或者是卓荣泰，他们还不够高层嘛，甚至最高层啊，陈永新跟赖清德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当初赖清德要挑战蔡英文的时候，他还站出来讲说不能做掉赖清德，所以他算是属于赖清德的亲信。你们一堆人都去跟柯文哲瞧了，确实见了面，确实通了话，甚至卓荣泰还说谎我认为就是说谎啦。他虽然他一直争执那个时间点，但当时新闻写说，据了解，赖清德要请卓荣泰衔命去替他去谈这个正副院长选举时，他也没说时间点嘛。那你只是说1月18前没有，后面有，那一样你就是只讲半套，最起码还是变相说谎嘛。所以代表赖清德真的很怕韩国瑜做立法院的院长，你派了一堆人去谈，没成功，还被人家抖出来，过程当中的那个丑陋面，什么我可以牺牲我的院长，我可以牺牲我的副院长，你看我们国民党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我们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我们是韩国瑜、江启臣双进双出，没有江启臣，没有韩国瑜，没有韩国瑜，没有江启臣，所以国民党是很有决心的，是挺着腰杆的，我们才不会跟人家有这种交换的空间嘛。我们把自己空间做到0，好。但你议题上面你有想跟我讨论的没有问题，国会改革他们都在脸书上面都已经公开向大众说明自己的看法，所以私下去拜会表达诚意，客随主便，但讨论的内容也不出脱针对国会改革民众所关心的这一块。那这样的话就没有所谓私相授受瞧事情，所谓的你说有没有跟柯文哲阵营沟通，当然有，可那就是表达一个善意，拉票拜票，说我们也认为国会改革有必要性，那如果我们的议题跟理念相同的话，互相支持，就这样。如果我是民进党的人，我看到你们为了一个阁揆、一个立法院长搞成这样，要牺牲自己人，真的会觉得很痛心。其实说实在话的啦，我当然会就被人家觉得说啊，你就是密室政治啊，你怎么私下去瞧这个？那到底为什么怕韩国瑜呢？好，我们这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好，我觉得未来4年的主 key 啊，为什么？来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中天
这个直播江启臣、韩国瑜就职典礼，我跟大家讲啊，最高的时候竟然冲上了热搜5啊，应该还有更高哈。那最好玩是2天就传了100万的流量哈，非常惊人啊。那这个就是所谓韩流嘛，它会主导这些议题的部分哦。马上民进党当然做出一些反制啊，立法院长罢免竞登热搜啊哈，中间是个大法官啊哈，叫杨惠清啊，但因为他要做这个监视的一个作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报道，这个还中时报道，大家看一下啊。那立法院长落幕啊，结果呢，立法院长罢免一词在 Google 上热搜啊。当然我们知道了哈，立法院长是不能被罢免的，除非院长不适任才会改选哦。不过还是跟大家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他就会有这些报道。另外你也可以看到一些特定媒体啊，比如说，花篮送到了，却不见人影了。韩国瑜首日上班就没有进立院，你看特别挑这种照片，有那种浓浓的黑韩产业链的这个感觉回来了。那甚至呢，像这个国际媒体 BBC 中文网啊，就讲了一个，这更夸张了，他说韩国瑜寒风再现台湾政坛，新立法院长上任首日打伞标榜无法无天，这简直是被黑人问号。然后后来我们这个小编啊，就用我的名义就写了一篇。不是第4权哦，但是也不能随便批评吧哈，所以不能随便批评这个媒体啊。但是太夸张了吧你啊，对不对？垃圾媒体报道，现场这么简单的事情，其实就是谢龙介拿了一箱干豆一几狼，好，这个对这个赖清德嘛，然后呢，这个韩国瑜看到了就讲说，秃子打伞，好，然后谢龙介就说无法无天。对，这是我们台湾的谚语俗语，好吗？是，这个黑暗产业等于是马上就启动了，你看这样子。他们就是有一个报复心态啊，像先前不断的去攻击贺龙夜夜秀，那也是一个报复心态。他其实单纯很多人就是很气嘛，你这个 YouTuber 怎么可以就是不挺我们民进党啊？有时候还酸我们，还跟这个柯文哲甚至赵少康还有联系，怎么可以这样？做错事当然不对，但你可以看他们去攻击的那个比率比重。那有没有符合他的那个程度，你就知道是故意的嘛。现在柯建铭就很不爽啊，他讲说嚣张没有落魄久，但其实实际上面嚣张最久的就是这8年来柯建铭等人在国会里面你们是如何的嚣张。好啦，那现在韩国瑜当选之后，我们当然理解，一开始就是透过这一些所谓黑韩的方式，想要去讲说啊，你看8点没上班，民意代表。不是行政官员，我们本来就不是8点上班打卡5点下班的，上班时间都是不固定的。有会议的时候你一定要到，你也要签到，你也要准时到。但是那天有开会吗？立法院的网站上就告诉你没有会议，所以在没有会议的时候，不管是立法委员或是立法院长，你呢是去做选区的服务、选民的服务，或你接待外宾，或你有私人的拜会行程，这都是相当正常的事情啊。你才刚当选立法院的院长，那游锡堃院长他可能里面或许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有搬好，那你就这样子急着把人家赶走，那也并不礼貌。结果没想到变成是他的私人在外面的拜会没有进立法院，被说成是不上班。立法委员怎么会没进办公室就不上班呢？所以我看到黄捷在那边继续嬉笑怒骂，完全没有程度。你过去黄捷被人家踢爆说你在当市议员的期间，你也不开会、不出席、不发言，你凭什么来指说韩国瑜他当天没有进立法院等于没上班没工作？真正没上班没工作不就黄捷本人吗？你还讲别人讲这么大声？我讲白的，如果你说我们台北市议会像以苗博雅来说，他还真的是经常出席，很少请假，几乎都在。跟黄捷去相比的话，一个是都打着进步价值，一个每天都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呢，后来才知道，原来该质询的不质询，该审预算不审预算，该出席不出席。那如果今天是苗博雅来质疑这件事情，我觉得相对比黄捷合理一点。但是为什么人家不会提这个？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民意代表的工作就不是行政官员，这不会胡扯嘛。你为了去黑韩胡扯一通，只是显示你的知识水平极度的不足。所以你看后来隔天韩国瑜告诉大家他们去干嘛，他找到周万来去做他的立法院的秘书长。立法院长最重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调和顶鼐，不是做公务员每天写公文。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你真的是国小国中高中的公民都应该要重修。所以为了黑韩无所不用其极。可是我觉得韩国瑜经过这一次的立法院长的选举，他有充分的展现出他作为一个立法院长调和顶鼐的能力。所以国民党这次的立法院长、副院长才选得这么顺利，对，其实并不容易耶。而他做到了，我们这次的选举选得很顺利。有几个我就不讲了，立法委他们还扯说什么啊？韩国瑜只能找李嘉芬当他的
立法院的秘书长。哎，就是说你就鬼扯淡，要不要出来道歉啊？结果丢脸的是谁？丢脸的是你们啊！人家可以找到立法院的活字典周万来做他的立法院的秘书长。整个选战过程的规划，他是一个已经准备好的院长。那民进党讨厌他什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国庆日。国庆日是由立法院这边在主办，过去都把国旗弄得歪七扭八的，什么台湾 National Day。我相信未来的国庆日，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双十国庆的意义，可以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可以看到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日，不用再被民进党扭曲了。所以韩国瑜的高声量其实也造成他们被民进党当成眼中钉嘛。刚才巧君讲到小 Bible 的撇顾了啊，这柯建铭啊气死了。你看他那一天这个表情啊，这个表情非常不友善啊，而且呢，到时候国民党出去外面开记者会说叫他们回来，很生气了啊。最后的笑才是笑，才是成功啊。好，那朝小也大，好牛鬼蛇神尔虞我诈都会有，每天会假动。我已经是立院老司机，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一切。大家要对柯建铭有信心，敌人的攻击都是身上的功勋啊，任何攻击当做背景音乐就好，也希望大家相信赖清德啊。那最后他说啊，自己最不喜欢背骨啊，未来团结民进党一起面对分裂的在野党啊，并认为蓝白都是想要对方歼灭，蓝跟白绝对不会合在一起啊。那当然，2026、2028选完之后呢，他会陪大家最后就退休了。哦，那你的生涯规划也很完整的哈。那当然，讲到柯建铭跟韩国瑜这个有一个笑谈是这个就是两个都是第2届的立委啊，你可以看到当时很年轻。我想这也是柯建铭在不爽的地方了哈，因为当年我们两个都是新科的菜椒啊。就现在呢，这个他已经贵为院长，而且还是凤还巢。柯建铭想选院长，还被小英挡下来遗憾终身啊。所以那天整个柯总召的脸啊，然后都很难看之外，酸言酸语呢。其实之前蔡壁如委员讲的没有错，他就很喜欢仗着自己呢在立法院是老鸟，倚老卖老，欺负新人，欺负其他人。因为我觉得他就觉得我自己议事规则我最懂，对，好，然后别人可能讲错一个很小的东西，其实也无伤大雅，他就会故意讲说不是这样啦。比方说，他们就说，你要不要上来拿这个证书啊？没拿，难道要寄过去吗？或者是说，傅昆萁讲说，等一下，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看交接典礼的时候，他就说，那是在简报室啊，不是在这里啊，等等，就故意显得自己很懂。可坦白说，柯总召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你没有必要跟大家显示你的这个优越感。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你在一个圈子打滚太久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展现出那种老鸟的傲慢。真的，所以嚣张没有落魄久这句话，我想是要原封不动的还给柯总召。过去民党在立法院嚣张了8年，大家知道吗？那天投票的时候，很多民进党的委员投完票匆匆就离开了，甚至还有资深的民进党的立委跑来跟国民党人说，怎么感觉好像你们才是执政党？可是国民党现场的气氛又团结又热络，所以为什么当天陈玉珍委员那么积极？在旁边还这边看成招之的，然后跑来跑去的，因为他觉得终于国会变得不一样了，他非常的期待。所以就是因为这股期待，我觉得大家可以聚焦成更大的团结、更大的力量。那未来在国会里面，可能要常看到柯总召是这个脸。不知道他跟韩国瑜接下来会怎么相处，这大家应该蛮期待的。不过当然这个新的议会最主要问题就在这里嘛。这个党籍的席次分布国民党52席加2席这2席是泛蓝的，就高金嘛，然后跟陈超明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是8席那民进党是51席。其实柯建铭倒是讲了一句话是正确的，假动频繁的这个对决可能会非常的一直上演未来3党不过半的这个模式之下，你自己对立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察？第一个可能真的会常常甲级动员，就是说大家必须要经常的在国会待命，可能很多的委员没有办法一整天然后去跑选区的行程啊，做选民服务啊，因为我们的本业应该是在立法院里面的开会，所以该到的一定要到，因为完全不能少任何一票。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构，你少一票就拜拜了，真的。而且你少一票你会超级明显。所以你可能会变成众矢之的，而且还少了院长1票。对，所以院长还扣1。如果他们都打平的话，院长可以决定但是问题是说，在这么接近的情况之下，那大家也不敢不来。
现在有差，少你一个人差很多，所以我觉得大家皮会绷得很紧。虽然我们不讲说蓝白合，但在议题上面还是有很多共同合作的机会。所以未来如果你看到占领主席台，很可能就是民进党去占领主席台，然后换国民党把他们拉下来，会变成这样。因为院长是韩国瑜嘛，一定是民进党要去占领主席台。我们反过来主客意味要去想说，如果民进党占领主席台的话，我们要怎么样顺利的让议事能够进行？是。好，我想这个如何顺利进行，如何攻防会有非常多精彩的部分。我有看到你写的这一篇那主要呢，你当然想要去国防外交委员会，除了军人权益之外，像是军购为什么花那么多钱这大家都很关心还有比如说义务役的这个恢复1年之后这个整个军人状况，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你接下来想做些什么？对，因为第一个为什么想要进到国防外交委员会？国防外交委员会今年大换血，不管是蓝的跟绿的呢，都换很多。绿的阵亡好多个，绿的是因为奇怪事件阵亡，像有罗志正然后有赵天麟过去被罢免的有陈柏惟不选的有谁林长佐蔡适应跟刘世芳都莫名其妙是自己不选的留着的也很怪王定宇然后呢不分区他们的第2名一定进来的是沈伯洋除了这2位之外，应该陈明文的儿子陈冠廷也会进入国防外交那国民党这边呢，因为过去很多是不分区的立委，那我们今年不分区没有连任，所以说也换了很多。那比较资深的立委江启臣，他现在去做了副院长之后也空下来，所以比较资深未来可能会是马文君跟吕玉玲，他如果选择国防外交的话，那我们的不分区立委陈永康将军，他当然也会选择国防外交。再来应该就是会是一些新人第一个赖清德他上任以后，我觉得两岸关系区域和平稳定会非常的重要，也相对比以前来的更危险。那只有在国防外交委员会才能够真正的更进一步的去监督到赖清德，不然其他很多东西都是行政院长然后自己去扛嘛。那再来就是说呢，我觉得像他们民进党推了一些奇奇怪怪，像王定宇或是沈伯洋，当然需要我们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帮大家看着他们到底民进党都在搞什么？他们真是一群很奇怪的人。对对对，我也想要肩负这样子一个任务。那最后就是真的国防外交这几年来都只有民进党的声音。可是每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其实重中之重就在国防外交。你的国防外交没有搞好，说真的，那总统很难选。所以你看，韩国瑜一当上院长 ，BBC 发的是很奇怪的新闻标题。那这就是长期很多的外媒也好，很多的美日对台湾的理解都被民进党的声音绑架了。可问题是，现在赖清德他只代表4成民意而已，6成5民意的多数是在野党，是国会，所以我们6成5的民意应该要让美国、日本、让全世界听到。所以我相信他们也希望知道，在国民党里面的年轻世代是怎么想的。那未来在外交这一块，我们就希望在美国、在日本能够更使得上力，让他们知道，不是只有民进党的声音代表我们中华民国。3党的总召都确定了那国民党呢？当然就是副总召嘛，傅崐萁。那万年科总召民进党。那民众党呢，果然是推出了战神黄国昌当然有人说，这实际总召会不会是这样的副总召黄珊珊？其实他们那个布局我也觉得很神奇我们是呢，总召1位，书记长1位，首席副书记长1位，他们3个是用选的，然后呢，底下会再有一些副书记长，那由他们来指派的，就是作为一个党团的干部。院长、副院长韩国瑜跟江启臣这个组会蹦出什么样的滋味？你自己怎么看？接下来就是国会会很精彩的原因，应该也是因为各种奇形怪状的人都在国会里面，感觉光是这2个声量很高光是他们的存在就已经很精彩，大家都想要看会发生什么事。但我觉得啦，以他们3位总召，包含就是说进行政党协商等等的，那就我知道来说，国民党还是会听小党的意见，那以蓝白能够共同合作为原则，但我们不会因为想要共同合作就站不稳自己的立场，不会拿东西去交换。所以像比如说黄国昌，他希望早点开会，国民党这边其实很快释出善意说，那可以呀，我们没有一定要怎么样不可。那反而是民进党对于黄国昌有很深的敌意，所以傅崐萁总召的他的战略很明确，就是说在接下来立法院里面，希望能够蓝白尽可能的有共识，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竞争的时候竞争，但是在野的65%的力量，如果能够展现出来，那我们才能在国会推动很多福国利民的政策。是，我想这个非常精彩可期因为老鸟，超级老鸟，然后他其实也是老鸟啦。那在议题上面发挥，而且黄国昌，因为我们也知道，2026年他很可能去竞选新北市长。那他一定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
高的这个声量啊，那所以绝对不会只是小小八席啊，它一定会发挥很大的能量来冲击啊。不过小坚，我问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哦，你觉得未来绿白之间的合作空间怎么样？电话门之后，他们未来还会有一些空间吗？还是说他们之间会怎么对付呢？我觉得白要能够跟绿合作的难度其实还是蛮高的，因为毕竟民进党来执政嘛，那我们作为国会在野党本来就要发挥监督的力量，那如果你不监督，还反而黏上去，那大家就会对你产生比较负面的评价。所以我觉得未来如果民众党站在强烈监督民进党的立场，那这个路线会跟国民党刚好是比较一致的。所以并不是说国民党要拿什么去跟对方交换，或者说怕不怕谁，而是说那在野党本来的职责就是要监督政府。如果你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双方就等于是有共识。对，所以不管是未来国会的听证权、调查权，或是藐视国会罪，这些看起来是54+8席，大家都比较同意，但民进党绝对会反对的项目。那未来在国会里面呢，你就会看到其实蛮精彩的。就像柯建铭讲的，可能会常假动，因为你1-2个人不在，别人可能就通过了。是，那怎么办呢？所以一定都是要镇守在国会里面。那我想追问一个，这个就是听证权是我非常关切的，还有包括藐视国会罪哦。那有些人就是说，那万一让民进党以后拿到这个权利，那还得了啊？官员这个层级应该是有机会通过。你自己看哦，就是说藐视国会罪、听证权，其实应该说这4年整个所谓我们要加强监督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民进党没有反对的理由啊。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不管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会永远做在野党啊。是，你有可能会执政，你有可能会在野。那请问，那当你在野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现在目前国会的权力其实小到是跟行政院他没有办法实行他人民托付给他监督的义务？就连好立法委员可能去跟行政院要资料都慢得要命，然后连很多的行政官员在台上故意混时间，然后说谎，然后没有任何的责任。那你对得起人民的托付吗？那立法委员连监督你，然后你讲的话是假的，都没有任何的法律能够去做制衡。那这样的话，那人民选出立委帮他监督，那就没有办法有效嘛。所以我觉得这不是说国民党为了自己现在是在野党，所以要这个权利，而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执政，我们也做好了执政以后，对方他有这个藐视国会罪，我们也在行政体系里面要求我们的官员要诚实，要说实话，那要让立法院它有所谓的监督权，有这个调查权，能够透过民意的力量去检视政府的螺丝锁紧。过去8年乱七八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巧芯最近呢，把这个瘦肉精的事情又给提出来哦。为什么？因为台糖安心囤验出瘦肉精啊哈，而且这个事情很严重哦。他所验出的瘦肉精是什么？是西布特罗哦。这个西布特罗呢，跟大家报告啊。这根据台大的朱博士呢，这个赖秀慧他分析说，这个毒性哦，比这个我们所说的瘦肉精还强上1000倍啊！就是所谓莱克多巴，我们之前炒了很久的莱剂嘛。而且呢，它呢这个国际都是禁止使用在食用食物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民进党现在狗屁倒灶的事情真的很多，这国会还没开始，大家就在期待说怎么样来监督了。而且大家知道吗？现在呢，塔绿班已经又上线了，又上线了。等了1天之后，开始呢，他就说呢，这个一定是台中市政府乱验，也是乱验。然后呢，你们这些讲说猪肉有问题的人都是在造谣抹黑，然后呢说我要截图起来，要告发你们这些立法委员。但实际上面，我要告诉大家，台中市政府呢，他们的这个检体由他们的食安处来执行。我去问过，进行检体的均值检测3次，上机测试6次，用2种方法，建议的检验方法3次，公告的检验方法3次。所以这个肉验了6次，得到的是相同的结果，是有0.002 ppm。所以验出来，大家一开始一定很惊讶嘛，你一定会重复确认说这个东西的结果是正确的，而且他还有留一个简体，是之后申请复验的时候要用的。台中市政府是已经很认真的去做了这个稽查，那他验出来的结果就是如此。你们应该要找出源头，而不是呢，因为去看了那些猪没问题就说没问题。那万一真的有少量的问题的话，那请问政府是解决还不解决，是处理还不处理？所以虽然到底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可是台糖它最糟糕的地方是，它第一时间就推给信公肉品，说是你在屠宰的时候交叉感染，又是信公。对，因为你看它去测试这个均值检验的时候，它是反复那个肉片，它是均值，它不是在某一个部位。对，所以你很难讲说它是被污染的。好，就算是台糖也应该
该要在彻查清楚之后你才出来发言。对，你根本还没有查，包含是饲料，包含是猪只的检验，你的程序是你还没有查清楚，你就跟他说啊，应该是交叉感染啦，那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而且没有对食安有保障，也没有办法对消费者有所交代。过程当中，台糖它的处理的方式跟态度是很糟糕的。我相信台糖它没有什么动机要去使用瘦肉精啊，那是国营企业啊，它卖的好或不好，它根本没差。可是既然发生了事情，就应该要好好的来处理，而不是用这种卸责的态度直接推给屠宰场。我想这应该是他们过去8年所累积的坏习惯。国营事业是有示范标的的，结果没想到搞这个实在是就希望这个未来国会可以更强烈监督了那最后我们回来聊一下这个台湾有2大政治流量一个是韩国瑜，另外一个是柯文哲柯文哲最近这个在小草感恩会上面不要讲参会比较敏感讲感恩会那就表示呢，台湾选举要改成大学才能投票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众党已经赢了就说民众党至少有几个特色啦中间年轻高教育一般讲高教育隐含高收入，所以美国对民众党研究，民众党很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精英政党，精英政党怎么出发？他对整个社会里面会有369万票，但他不够当选。不过呢，那如果规定说念大学才可以投票，我们已经赢了他说有个年轻人，他的口气很鄙夷，他说我们未来为什么要跟老人还有没读书人决定呢？当然他的讲法不对，有一点优越感。不过民主政治嘛为何设1人1票？理由就是要保护弱势，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是比较弱势所以在选票上的就1人1票来均等他来避免他被社会弱势所以如果说只40岁以下高学历，其实我们这样就赢了。他后面还再强调一次柯文哲的2大好朋友应该很难过就是郭董，其实郭董是这个中国海专毕业，但是郭董已经成为这个企业之王嘛，对不对？那馆长呢，更别说馆长他其实是高职毕业的那其实对他来讲，这个也不因为他的学历而改变他支持这个柯文哲我必须说版面被他抓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在录影的当下，我们小编进来说这个要大学才能投票，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赖都刷了都是我们家小编虽然做这份工作，但基本上都不太看政治的，因为这就是年轻人嘛抢声量这件事情，柯文哲真的是非常厉害小新。毕竟因为现在柯主席他并没有公职嘛，那他的党职是他现在目前的一个工作，所以民众党在这个网络的声量上面，或者是说一些议题的讨论度上面，我相信未来还是会很高。那高是好或是不好，那不一定要看这个状况。但我觉得他这次讲这个话呢，他当然他讲了之后，台下大学生是听得很高兴，笑了一团。对，我是有注意看他讲完之后，底下反应是蛮好的是。只是后来就是大家在进一步讨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这种说法可能就是，如果你要提议说只有大学生才能投票，大家应该也不会同意。对，所以如果就只是如果而已，那就只是睡觉的时候梦到的，它不会成真，所以就没什么讨论的必要性。而且，其实有很多社会上的人，他不见得是大学生，他的学识、他的学养，所以他想要表达的可能就是年轻人比较支持他啦，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大学生嘛，对，所以他才会讲大学生但应该是他其实想表达说年轻人都支持他，然后他的主张可能在社会上面一些高知识分子都是很能够认同的。但我觉得社会是多元的，是包容的所以不管今天他是大学生，他是研究生。或者是他也很喜欢讲说小学生也很支持他，对不对？你要做一个领袖，那就是要得到多元的支持，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但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是一个议题上面让大家有讨论有热度啦。实际上应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主席会真的觉得说那我只要大学生投票就好，也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主张。但我想进一步追问巧心，就一个问题就在于说，空战这一次其实在选举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民众党的空战真的很强而且你看柯主席根本一出手就是话题流量人物他可以，而且他可以穿透，他是可以出圈的我们说出圈就是在政治圈的之外。我意思是说，未来空战怎么跟柯文哲或者甚至跟民进党本来也是空战很强来竞争当然我知道赖清德的空战不强，但他的帮手很强那这个是未来怎么处理？另外还有一个点是，像柯主席他这一种，我觉得其实有点失言必须说了。那可是问题是他的选民是买单的，或者是大家不会对他深究。可是国民党只要稍有失言那很有可能就会被追加痛击。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追求，就是说
只要有声量就好，而是说我们在很多议题的战场上面，大家要更加的勇敢，比如说揭弊也好，然后对民进党的监督也好，不要去他们的网军来攻击，或是他们可能用很多方式给你压力，要勇敢的站出来帮人民监督。那因为你是反对党，所以当反对党有反对党的力量呈现出来的时候，就能够聚集更多的人汇集在大家的身边。OK， 好，我想啊，这是今天这个关于新国会的讨论啊，哈，很快就到这里了。那我有很多的议题，我们都非常期待说巧芯未来的一些发挥啦。尤其是3党不过半了，国会热热闹闹、吵吵闹闹，大概是未来这几年的一个主基调啊。至少到2026大选之前，这个是跑不掉的。那怎么样来落实深化监督哈？那你知道三国志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三体问题，就是个混乱问题。那这个混乱问题它就非常难以稳定，怎么去锚定也是接下来巧芯很大的一个工作了。那还有比如说这个如何在年轻选民当中抓到更多的，我们今天都做了一些讨论，还有像空战的部分哦。那希望今天这一期有一些启发性啊，也希望我们台湾的这个政局越发展越好，也希望民进党狗屁倒灶的事情通通被掀出来哈，见得光，不要搞到连这个莱猪啊、毒猪啊，真是实在让人家很气愤嘛哈。那不过过年期间呢，大家千万不要动气，多多开开心心啊，这个要快快乐乐、热热闹闹的、平平安安的过年啊！那我们期待年后的时候呢，我们来再邀巧芯来继续新国会开议的时候，有很多的新议题可以来讨论啊。那我们今天谢谢巧芯，谢谢。那我们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呢，一定要帮我们这个订阅下去，加入会员哦，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粮草。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超级留言、超级感谢啊！线下呢 PayPal、绿界、微信、支付宝还有邮局啊，都可以给我们更多的粮草，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也欢迎这个大家呢，好这个每一次啊，记得晚上8点好，然后继续追踪历史哥的频道啊。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啊，下一期再相见了，拜拜。